路人缘崩盘，白鹿低调现身体操赛现场，惊喜环节疑似被取消。这场风波究竟说明了什么？最近1个多月，如果要问内娱哪位女演员身上的争议最难平息，白鹿一定会被频繁提名。从《奔跑吧》节目中的各种争议片段被反复讨论，到社交平台上的舆论持续发酵，再到工作室数次发声明辟谣，律师函警告，一场原本看似可以随着时间淡化的风波，却迟迟没有真正结束。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。而就在6月21日，一场原本与娱乐圈无关的体操赛事，又将白鹿推到了舆论中心。作为赛事官方此前官宣的推广大使，白鹿当天现身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，低调观看比赛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他的到来并没有成为赛事宣传的加分项，反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明星形象、公众观感以及网络情绪的激烈讨论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原本被官方预告过的惊喜环节，最终并未出现。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在我看来，比起白鹿有没有登场，这场风波更值得讨论的，其实是明星与公众之间那种微妙而复杂的关系。一场比赛却成了舆论放大镜。事情并不复杂。6月16日，赛事官方正式官宣白鹿成为推广大使。按照官方当时释放的信息来看，除了观赛之外，白鹿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特别惊喜环节。消息公布后，粉丝自然十分期待。毕竟白鹿这些年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基础，无论电视剧还是综艺都保持着极高曝光度。然而令人意外的是，相关官宣内容下方评论区很快出现大量争议声音。许多网友并没有把讨论重点放在赛事本身，而是把焦点全部集中到了白鹿身上。有人翻出此前《奔跑吧》中的争议片段，有人借用节目里的经典对白进行调侃，还有人直接质疑为什么选择白鹿担任推广大使。短短几天时间里，评论区逐渐失控，原本宣传赛事的内容，最终变成了大型网络情绪宣泄现场。说实话，当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，第一感觉其实有些复杂，因为很多讨论已经脱离了事件本身，大家似乎不再关心比赛精彩与否，而是在借着任何一个与白鹿相关的话题继续表达态度。这也是如今网络舆论最真实的一面。一旦某位艺人进入争议周期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重新解读。哪怕只是安静坐在观众席看比赛，白鹿为何选择低调？根据现场观众反馈，白鹿当天现身看台后表现得十分低调，她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也没有主动进行过多互动，甚至多次向现场观众示意保持安静。整个观赛过程更像普通观众。从结果来看，这样的选择其实完全可以理解。毕竟对于身处争议中的艺人来说，低调往往是最稳妥的策略。如果高调亮相，可能会被质疑蹭热度；如果现场互动太多，又可能被解读为刻意转移舆论焦点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安静观赛反而是风险最低的方案。但问题在于，当公众已经形成固定印象之后，即便选择最谨慎的做法，也未必能获得理解。有人认为他是在避风头，有人认为他是担心被现场观众抵制，还有人认为这是团队提前做出的危机公关安排。这些猜测到底有没有依据？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，但网络讨论往往如此，很多时候情绪跑在事实前面。惊喜环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正让事件持续发酵的，其实是后续曝光的一份流程安排。根据网络流传的活动流程显示，白鹿原本有2次公开亮相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此前官方回复粉丝时也曾明确提到会有惊喜环节。
但最终大家发现，这些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现场。随后有网友表示曾致电主办方表达意见，紧接着，部分关于惊喜环节的回复留言也被删除。于是一个猜测迅速形成：白鹿的公开登场是否被临时取消了？对此，目前官方并未给出正式解释，所以严格来说，所谓被砍依然属于外界推测。但不得不承认，从结果来看，原本预告与最终呈现之间确实存在差异，而这种信息落差恰恰给了网友无限想象空间。在娱乐传播领域有一个经典观点：当官方信息不足时，舆论会自动填补空白。于是各种版本开始出现，有人认为主办方承受不住压力，有人认为是风险评估后的决定，也有人认为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安排正式互动。真相究竟如何？恐怕只有主办方最清楚。路人缘真的崩了吗？这是讨论中最核心的问题。很多营销号直接用路人缘崩盘来形容白鹿目前的状态，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或许有些过于绝对。首先必须承认，白鹿的公众形象确实受到影响，从评论区风向到热搜讨论都能看出来，过去几年积累的好感度出现明显波动，这是事实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真的到了崩盘程度，他不会依然拥有如此庞大的关注度，更不会每次相关话题都轻松登上热搜。娱乐圈有一个很现实的规律，真正被市场抛弃的人，往往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。而白鹿目前面临的问题恰恰相反，他仍然是高关注度艺人，只是评价开始出现明显两极分化。支持者认为他被过度放大审判，反对者则认为公众人物应当承担更多责任。双方都拥有庞大阵营，因此与其说路人缘崩盘，不如说他正处于一次公众形象重塑期。专家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传播学专家指出，明星形象本质上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社会认知，建立需要很多年，受损可能只需要几天，但修复同样需要时间。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，争议内容传播速度远远快于澄清内容。很多网友可能看过10次争议剪辑，却从未看过一次完整解释，这就导致公众印象逐渐固化。危机公关专家也认为，对于当下的白鹿而言，最重要的并不是频繁回应，而是持续输出优质作品。因为影视演员最终还是要靠角色说话，当新的代表作出现，观众注意力自然会发生转移。事实上，内娱历史上类似案例并不少见，许多演员都曾经历过舆论低谷，但最终依靠作品重新获得认可。因此，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，不是这一次体操赛事，而是未来几年他交出的成绩单。网友观点为何如此两极？翻看评论区，你会发现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声音。第一种声音认为，白鹿遭遇了明显的网络放大效应，一些本来无关紧要的细节被无限解读，甚至出现逢白鹿必批评的现象。第二种声音则认为，公众人物享受流量红利的同时，也必须接受公众监督。当争议产生后，质疑本身也是正常现象。说实话，我个人觉得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，但最值得警惕的是情绪化表达，因为很多时候，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用立场代替事实。支持的人不愿接受任何批评，反对的人则不愿相信任何解释，最终讨论越来越极端。真正的理性声音反而被淹没。白鹿接下来会如何走？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他的团队显然选择了相对克制的策略，减少正面冲突，
避免继续扩大争议，同时将重心重新放回作品领域。事实上，对于演员来说，作品永远是最有效的回应。观众可能会因为争议关注一个人，但最终留下来的原因仍然是角色和实力。如果未来的新剧表现优秀，那么今天的很多争论或许都会被新的话题覆盖。反之，如果长期没有拿出足够亮眼的成绩，争议则可能持续伴随。这也是娱乐圈最现实的竞争法则。写在最后，我对这场风波的看法。回头看整个事件，我最深的感受其实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如今公众人物所处环境的变化。过去明星参加活动，大家关注的是活动本身，现在明星出现在哪里，哪里就可能变成舆论战场。白鹿此次低调观赛，或许正是这种环境下最真实的缩影。他没有高调营业，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但依然成为讨论中心。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一次活动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关于公众形象、网络情绪与明星责任的长期讨论。至于惊喜环节究竟为何消失，或许未来会有答案，也可能永远没有答案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关于白鹿的争议并不会因为一次活动就彻底结束，它还会持续影响外界对它的评价，而最终能够改变这一切的，恐怕还是时间和作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白鹿目前真的已经失去路人缘了吗？惊喜环节被取消究竟是主办方主动调整，还是网友过度解读？公众人物遭遇争议后，应该积极回应还是选择沉默？如果你是主办方，你还会邀请正处于舆论风波中的明星参加大型活动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娱乐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收藏本期视频，也欢迎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